我是新米，为大家带来新一期的星露谷语。感谢大家对上一期视频的投币、点赞、3连、收藏、转发的支持，你们的支持是我持续爆肝的动力啊！这一期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支持小米，9000点赞，我们就3日内更新下一期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天气预报，其实也没啥好看的啊。今天是25号，最后一天的这个下雨日，我是打算在春27的时候用来补一下我们的收入的这个缺口，可能会有的缺口啊。如果没有缺口，哪天都无所谓了。我们拿一下今天需要的东西啊，这个蟹黄堡我这个用来加速，今天就直接给它吃了啊。然后拿一下东西，我看一下，我们这边先拿一个金星的小黄花和3个这个五彩碎片啊，然后吃了我们的这个蟹黄堡。我们先去矿洞把一矿石烧上，100个一矿石是3万，100个一矿石是20个锭嘛，是3万块。然后我们这就是12万啊。我们现在有10万块，然后这就是22万。然后这边还有一点一半，这个大概是15个吧，然后大概有23、4万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数值啊。从数值上来看呢，我们这笔钱应该是暂时够了，但是由于今天还是书商来的日子啊，今天是我们这个小镇上书商来的日子，万一要是想买点什么的话呢，就稍微差一点啊。所以如果有这个缺口啊，我们的资金有缺口的话，就用最后一次下雨，我打算补一点这个资金的缺口啊。然后今天是比较特别的，今天是我们春25日是潘姆啊，我们的司机潘姆固定体检的日子啊，所以他不在这个车站的时候，他会立一个牌子，他不上班的日子会有一个牌子啊，有这个牌子的时候，我们玩家是可以自己开车来这个沙漠的啊，也不知道有没有驾照，反正可以自己开啊。这个时候呢，反而是比较方便的，我没带锄头啊。因为什么这么说呢？否则他正经上班的时间，在他非工作时间，比如说早上特别早的时候，比如现在，或者是晚上特别晚的时候，10点、11点的时候，你都没办法开这辆沙漠巴士啊。反而他不上班的时候，就有点像是把车钥匙借给我们的感觉啊。我们只要给他付这个油钱就可以了啊，就可以随时开啊，所以反而更方便一些啊。我们带了3个五彩碎片，是拿来换这个魔法冰棒的，每周4来换啊，这个一定不要错过。魔法冰棒有和没有，我们之前已经在视频里展示过了啊，这个炸矿的收益差别还是挺大的啊。这个目前我们的炸的深度还不深啊，只是150、60层的样子啊。到后边我们炸的深了，比如说下到300、400层的时候，这个收益的差距就更明显了，所以冰棒还是很重要的。可以的话呢，一次下矿有2根冰棒是最理想的，但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凑不到这么多的冰棒啊。然后呢，这个树啊，这个沙漠的树跟这个星露谷的树是一样的周期性的生长，然后它是个椰子树啊。这个椰子呢，树上掉下来的椰子是没有星级品质的，都是这种梅星的啊。这个椰子建议大家还是留一留，后边在江岛的时候能在这个江岛商人那里换金椰子啊。金椰子里边可以开出这个香蕉树苗，还是挺好的一个东西啊，所以可以留一留啊。然后金星和银星的椰子是可以拿来送礼的，莱纳斯和海莉都很喜欢这个椰子啊。然后我们带的这个金星的黄水仙就直接送给桑迪啊。桑迪这里跟法师那边是一样的，很少来啊，一旦来了就给他带一个礼物会比较好啊。周4固定是卖这个高级生长激素，它是可以把作物生长加快25%。我们的杨桃呢是13天成熟啊，如果正经种的话只能种2批，但是如果用了高级生长激素，它就可以把它加速成9天啊。我们这个是向下取整的啊，所以是9天的时间，9天3、9、27，刚好是可以种3波啊。所以如果你的资金足够能够付得起生长激素和杨桃的钱啊，就一定要种3波杨桃。如果你种不了3波杨桃，你就是比如说你现在你买不起啊，你只能种2波啊，或者是你这个资金的回笼不够快啊，那我建议你不如就种啤酒花和这个蓝莓啊。蓝莓现在版本有那个果干机啊，可以烘干机可以做果干的那个，以及这个啤酒花照常的用小桶酿酒啊，都是挺不错的快速回笼资金的方式啊，要远比这个杨桃酒这个难度要低一些，门槛要低一些。所以你如果实在的赶不及啊，我就建议你去，要不优先去做这2个啊，会好一些啊。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稍微的收一下，这也搁里啊。然后翡翠搁里，
锄头带着吧。我们今天要去买背包啊，今天要去买背包，所以没有那么缺背包了。我们先做一下洒水器，做9个，我们要留5个铁锭啊。留5个铁锭，然后剩下的呢，我们做这个树叶采集器做4个。然后我们把这个基础物资收一下。这些觅食物品我们都先搁到这个箱子里。我看看箱子里还有没有种子啊？没有了，就只有这几个种子。然后我们把这个出货箱后边的这个位置稍微的收拾一下。这里呢，我打算放这个马厩和桶仓啊，把这里的格子空出来，可以放这个建筑物。我们今天要把我们之前说了好久的建的这个马厩的事儿给它落实下去啊。这种地上的种子都会影响这个建筑物的放下的啊。这一点其实我觉得不太好哈，有的时候地上有一个这个小种子，你忘了收啊，你就发现你去了你这个想放的地方，它放不下来啊。这棵树要不就不砍了啊，我们还需要挂一棵松树，一棵这个枫树啊，那就挂这2棵就可以了，就只挂这2棵可以了。洒水器先搁进去啊，先不着急去弄。好，然后我们把这2个种子就带在身上。然后5个铁锭，100个硬木，这个拿去做马厩啊。好，然后我们直接就走了。今天还要去看一下书商，我看看啊。要不从克林特那边过去吧，我们直接坐矿车过去。走错地儿了啊，坐这个城镇。先来克林特这边，我们再买一点这个，煤是不够的，煤我们先补到150吧，先补到150。剩下的铜呢，剩下的铜这边还有12万，这边是17万，17万，好像还有一些余钱啊，我们再买200的铜，再花15000买铜啊。好，大概就是这些了。铁我们只能靠自己刷了啊，这样钱暂时看起来还是够的。但是我今天还要去看一眼书商啊，这边啊一直有小伙伴说这里有个彩蛋，我一直没有去啊，就在这个铁匠旁边，这有套铁轨是吧？在铁轨旁边的这棵树后边啊，从这儿能钻过去，但是你需要有铁斧和这个钢斧和钢镐啊，你才能打得开这里。把这个地方砸开啊，把这个地方砸开，在这棵树后边有一个金色的垃圾桶啊。这个作者可喜欢往这种地方藏这个各种彩蛋了。能捡到一本书，叫做《小象自助餐》，它是可以让我们翻垃圾桶的时候找到东西的概率更高啊。然后我们去买背包，去买一个背包，然后去找罗宾升级马厩。书商还没有看啊，差点就错过了。看到这个标识我才想起来，去看一眼书商。今天可能只有半天的时间能用来，能用来去好好的刷矿了。这个书商我们是第2次来了啊，然后上一次不是在矿洞里捡了一本这本书嘛？有很多人问为什么不当时就吃掉，因为我们钓鱼早就满级了，吃掉也是白吃啊，所以就当时没有吃啊。战斗季刊其实是一本挺不错的书，因为战斗经验很不好刷。像是这种书呢，都是可以重复读的，每一本加250的经验，就是我们之前在沙漠的那个3花蛋换的那几本书，每一个都是加250的经验啊。战斗的经验是不好刷的，可以买啊，其实是可以买的。然后风之道它提高的速度有多少呢？提高0.25。我们喝咖啡也好，或者是吃料理也好，加的都是1啊，所以0.25，15000，在我们现在的这个比较缺资金的时间点，我个人觉得它不是特别的值啊。到后边不太缺钱了，就随便买了，包括马术秘籍也是一样的啊。草中窜就更是了，这个是在农田里走路的速度快一点，用处也不是特别大，而且它太贵了，这个东西卖25000，实在不能理解啊。然后价格目录是挺实用的东西，我这里就买了。我现在犹豫这个战斗季刊要不要买。书商里这里卖的这种像是加经验的这种书，每样只有1本啊。如果你在这个租车遇到的话，据说应该是可以无限买的，我还没有遇到过啊，那就很划算了。能无限买的话，就等于是能拿钱买经验，这是前所未有的体验啊！再加上现版本有精通的这个设定，还是挺重要的。
这里我要再挤出5000块来买这个战斗季刊，我觉得还是能挤出来的，我就把这个买了。好，我们直接就把这2个读了。这个价格目录读完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到这个东西都可以卖多少钱了。这里的看到的是售价啊，是售价，就是我们直接出货的话，它卖多少钱，而不是买它的价格，这要稍微的注意一下啊。然后我们去买一下大背包。罗宾的任务刚好是要木头啊，这个很好做，我们一会儿给它做一下。把这个背包一买，这钱是吧，一下就下来了。别看我这里还有12万的这个矿是吧？这里他提到的是之前不是莫里斯的那个周家超市来挤兑他，要他关店嘛？他说他不会关店的，他要跟他抗争到底啊，这样的一个对话啊。好，然后我们再去到罗宾那里。去把这个什么给弄一下，我们刚好把树也种一下啊，去把马厩也弄一下，这点钱基本上就花光了啊。这里刚好他要木头，他要的木头就是跟那些杀怪和挖矿的任务是一样的啊，是要我们现砍的，就是右上角会有任务进度啊。地上好多密石啊。完了，我今天没有多长时间去刷矿了啊，都在干这些事情。把这边的密石捡一下，每一个密石捡起来都是7点的密石经验啊！密石是最难升的技能了啊，非常的重要，还是要捡的。好，我们来升级一下马厩，这边罗宾的任务完成了，刚好去跟他对话一下。这样就完成了啊！完成这种任务呢，我拿到了一个奖券，这应该是我完成的第3个任务啊。然后我们这里把马厩起一下，1万块，我们可以先移一下。我打算把这个东西再往这边移一下，更靠出口一点，然后把马厩放在现在的那个位置。把马厩放在这个位置啊，之后后边还能放1到2个桶仓，应该是可以的。好。因为我们的这个地儿实在是太小了啊，所以规划也要稍微的细一些。这边弄好了，然后剩下的时间呢，就是我去刷铁矿的时间啊。可能这一点时间也刷不了多少。先看一下矿是不是好了。我还没有，我看那边有个9通捡一下。可能刷个120个吧，啊，就差不多了。那就稍后回来带大家看。好，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整理一下格子，把视野我先调回来。带了个5彩啊，打这个煤球怪的时候，这个爆率非常的低啊，欧气用在了很奇怪的地方啊。然后我们把带回去的东西拿一下，硬木这些都带回去，这些没有格子了，可以带回去。然后后边可能要电鲶鱼，鲶鱼饵我们也拿走啊，这个要拿回去卖。其他的奖券可以拿回去。好，我们回家巴士站。今天不错啊，刷了160铜，而且还刷了刷了160铁，还刷了79铜啊。算是这个效率挺高的一天了。东西我们收一下，金星的黄水仙都放进去啊。五彩已经9个了，五彩其实很值钱，一个五彩3000块钱啊。所以实在缺钱的，也可能可以考虑卖一点点五彩啊。鱼饵搁进去1半，时间可能不够了。明天可以去克林特那儿出货啊，所以算了，我们直接上床睡觉。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运势。运气还不错啊。木材的这个钱我们拿着。地的话不用交了啊，这几个都不会再涨了，然后下面会涨的也都在交少，这2个可能还不会。那我再交一下，今天26号了，我们最晚也要27号让它下雨，否则，这个雨也来不及了啊，所以明天我们让它下雨，把这个用掉。下水器我们可以拿出来。今天有租车，我们要去看一下租车的，然后看一下我们要拿什么。
我们看一下铜和铁的数量啊，现在从这个制造这里，我们打开了在设置里打开了高级信息打造的这个显示信息之后，我们在制造这里就能看到我们这个东西造了多少个啊。比如说洒水器，我们已经造了14个了。这里 UI 因为有价格显示，所以它还有一点错位啊，后边应该会修。我们目标是120个，所以还差105个、106个所以我们现在的矿呢，其实差的不多了啊。500个就是100个嘛，差了一些啊，各再来100个铜铁就差不多了。铁可以再来一些，因为铁后边还要做铁炸弹。煤的缺口可能会比较大，因为这个铜铁要各炼100个，再加上1的话，煤的缺口会大一些啊。我们先去矿洞，把我们的这个今日的矿物给它弄起来。今天要花钱吗？我想想啊，不花钱的话就直接从这儿出货就可以了。今天也就看个猪车啊，就看个猪车。这边是67500啊，我们直接在这儿出了吧。这个鬼鱼可以吃，也可以卖啊，留着吃吧。好，我们先去矿洞里烧矿，然后回来浇水，然后去看猪车。今天是老皮的生日，老皮是比较喜欢黄水仙的，拿一个金星黄水仙去送礼啊。然后其他的东西就不太需要了。我们的小零食在哪？这个，把这个小零食带在身上。然后咖啡豆可以种一下，咖啡豆我们种一下。把这个花椰菜收了，就种在这儿。咖啡豆是春夏2季的作物啊。这个花椰菜可以去交这个任务，如果遇得到乔迪的话，不知道遇不遇得到啊。然后今天中午我们去看一下猪车啊。这边遇到橡子呢，能敲我们就敲了，橡树我们统一种。顺便整理一下这边的树，这都是反正早晚的事儿啊。这里种的格子不对的地方就给它直接敲掉。这个橡树其实位置也不对啊，但是现在没有那么多成熟的，这个暂时就不敲了。然后这边刮一下。然后顺便好久没收一下蘑菇洞了，蘑菇洞这个东西就想起来就收，想不起来就算了啊。反正有一台果干机，我个人觉得也不亏。这个东西你要想大赚是不可能的啊，反正是个不亏的东西啊，就无所谓。把这边的农场再清一清，我们夏天的种植面积要比现在还要再大一些啊，不止现在这么大。去看一下猪车啊，顺便砍一下樱木。由于现版本有精通的关系啊，所以升级这些东西还是要抓紧啊。有一个果汁我们的献祭里边是有的。哎，这个葡萄干布丁是我们新版本混合献祭里边那个最难的那个冬季什么什么包的那个里边有的。如果你遇到了能卖还是挺不错的。山药我们的包里也有。我们看一下。酿酒师包里有这个果汁啊，然后我们今天去给老皮送生日礼物的时候，刚好去再收一个茶叶，我们还能再做个绿茶，再酿个淡啤酒，酿个蜂蜜酒啊，这4个就完成了。果酒的时间非常久，7天，占一个小桶7天不划算啊，用杨桃酒太心疼了，不会拿杨桃酒献祭的啊，这个包就算完成了，我觉得是可以买的。然后那个山药是秋季可以种植的作物啊。我这个包里没有南瓜，我不知道西兰花是多少天啊。假如说西兰花的天数不是很长的话，我们就可以提前的把温室解开，不用等南瓜成熟了。我们这个包里是没有南瓜的啊，可以看到啊，所以南瓜是不需要的。所以我个人就打算把这个果汁和这个山药买。又有鹦鹉螺，好家伙，这是我第2次刷到鹦鹉螺了啊！就把它俩买了。稀有种子还不急啊，稀有种子我们最多买2个就够了，稀有种子我们还可以再往后放一放。然后我们去砍樱木。哟，这边好多密室啊！每个地图刷新密室是有一个最大的数量上限的，它是周6的晚上就会，就是之前上一周的所有密室，你如果没捡的话就刷掉了。那如果这个捡了的话呢，它会周日开始重新计算，重新刷新下一周的。
然后每一张地图呢，最多刷新6个密室啊，超过这个数量就刷新不出来了。然后密室如果是在这个 NPC 行走的路径上啊，它会被 NPC 给直接踢掉啊，就消失了，是这样的一个规律啊。所以你也可以每周6的时候全图逛一圈去捡一下密室，然后周日又会刷新新的啊。好，然后我们去给老皮送一下生日礼物，然后去温室里捡一下我们的绿茶。接下来时间呢，就还是回矿洞啊，把我们差的100铁和100铜给补上。差不多了就啊，但是缺口比较大的可能还是煤要尽可能的多刷一点啊。实在刷不到的呢，可能还是得买啊，还是得买。捡了垃圾书，没事儿就翻一翻。其实这书就是一个心理安慰啊。有没有这个书，我个人体感感觉影响一点都不大啊。可乐可以来一个。哦，皮埃尔要野山葵，刚好咱这儿有啊，刚好咱这儿有。任务应该是不占生日礼物的啊，我们直接把这个任务先交了。看到邮寄广告了。然后再给他送这个什么生日礼物，今天应该能加很多的好感度啊，3星，他已经是最高了啊。好，这边我们又挣了150块钱，把这个可乐一喝啊，我们要抢在他出来之前，我们先进去啊，因为这边是单向通道啊，没抢到，一直跟他顶，啊，你就能快速的穿过去啊。然后我们去收一下茶树。别送给他啊，跟他对个话可以。然后这个茶呢，可以留着做这个绿茶献祭啊，你也可以出货，反正你没事就来摘就行了。每一个季度的最后一周，每一天都可以来他们家摘一个的啊。好，我看到我女神了啊，我去给我女神送个礼。呀，乔迪，我也看到乔迪了，别使唤这些啊，给他送个礼啊。刚送完礼你就没有理我啊？花椰菜啊，这是之前乔迪请求我们要的那个花椰菜，就直接给了。哎，刚送完礼物，这星露谷人都是这样的吗？惊呆了啊！好，那我们回到矿洞去继续刷我们的这个铜和铁啊。时间刷的有点太晚了，今天的成果很不错啊，一个古代种子，一个樵夫周刊啊，还有很多宝石。铁矿其实我练了一些啊，铁矿应该是100多个达标了，但是铜矿石不好刷，还没有刷够，时间不够了，我这里就不多做停留了，我们就直接先回去了，否则要扣钱了，怪心疼的。这个古代种子呢，我们只要在这个博物馆捐赠过之后，我们直接就可以在这边做这个上古种子啦。明天我们可以把这2个给它种下来。好，先回家睡觉，问一下虾米，晚安。今天收入90900。春季的第27天，我们先来看一下运势。平平无奇，我们出门。今天呢，我们要做的事情还是挺多的啊。哎呀，身上没有格子，我们先腾一下身上的格子。今天是艾米丽的生日，我们拿一个东西去给她送礼，然后把一些用不到的东西先放在里边。虫肉暂时用不到，然后蘑菇拿出我们今天要用的，我们今天要去钓鱼啊，来补一下我们春天最后差的一点点收入啊。带上我们的鱼耳机，然后再带上100个石头和10个粘土。这个是为了一会儿去找罗宾给我们修建一个桶仓啊。桶仓的作用呢是让我们在收割这个牧草的时候能变成稻草啊。
你没有桶仓的时候，你是收割的时候是不会有稻草的。然后把铜和铁都拿出来，今天我们要边烧铜边烧铁边去钓鱼啊。其他的应该没什么了，我们把熏鱼机也带着。其他的应该没什么了，然后我们把这本书直接就给它读掉了。每本书是250的经验啊，然后把这个2个种子种下啊。然后有关这个初级洒水器还是这个优质洒水器啊，这2个的争端啊，其实是亘古有之的啊。这个星露谷这么多年了，很久以前就开始争吵这个东西到底哪一个好了。我只能说都是个人的选择吧。你觉得优质更好，也有优质更好的理由，它们各有优劣啊。优质洒水器摆着整齐，并且它的占地面积更小啊。初级洒水器呢，其实首先我要声明，我这里摆出洒的这种形式或者是格子不是最优解。最优解呢，我可以给大家在这里贴一个图啊。甚至呢，我摆的这个呢，也不是能够种啤酒花的摆法。你要是想种啤酒花呢，应该像我这么摆的同时，中间再隔一行，那方便我们能给4格都摆啤酒花。但是那个对格子的占的空间就更大了。我的这个摆法呢，主要是我个人用了初洒以后，我觉得跑马不方便，我就留了2行，这个空间是为了跑马方便的啊，这是其一。其二呢，这个初洒有初洒的好处啊，一是它不需要冲6级的耕作啊，它这个初期就可以去弄，来抢草莓的节奏是比较香的。这因为我们现在放弃了草莓，导致我这个初洒没有显示出来它的这个优点啊。否则的话，因为我们草莓在没有去收获的时候，它前期你要是有初洒的话，就能帮你去降低你这个浇水的成本，你有更多的时间了嘛。但是我们当时是临时放弃了这个草莓，而改去冲了这个沙漠节，导致没有显示出来这个初洒在我这个档中的作用啊。所以如果你是跟着小米一起玩的啊，或者是你看到这里，你之后想按照这种思路来玩，你可以尝试去放弃初洒，你这个直接用这400个防风草，直接用优质洒水器是可以的啊。我只是因为我建档之初，我在做这个布局之初，我是奔着草莓去的，但是后来没走成草莓啊，就是这一个我要解释的一个点啊。那另一个呢，就是如果不用初洒的话，是可以不种这400个防风草的，也就是说可以不要这2个求雨图腾啊，因为我们在种第2波50个防风草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初洒的这个等级给升到了，之后我们可以靠杨桃直接来冲这个1质洒水器就可以了啊。这个400个防风草是可以不种的，但是我种这400防风草呢也有一定的好处啊，好处我们这一期最后能看到一点啊。然后我们来小马好了，我们来给它起一个名字，我们就叫做6味地黄丸啊。我们这个农场不是一个爆肝农场吗？这养肝护肝啊，就靠6味地黄丸啊，没有广告费啊，但是我就想到了这么一个名字，突然就觉得挺好的，我就给它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啊。好，我们来收一下我们的这个熔炉。今天我们要在河边边钓鱼边这个炼矿啊。我们的现在手里的这个1矿呢卖掉之后，其实刚好这个能够16万啊。现在是5.5万啊，这个刚好过16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在于我们的这100个初级洒水器还没做出来啊，这100个初级洒水器还要200个煤，我们这个数量是不够的嘛，还得今天去买一波煤。那买煤呢，就会导致我们的钱不足啊，这差的一点钱呢，刚好今天下雨，可以用下雨给它补回来啊。这就是我考虑到今天可以去钓鱼的一个原因啊。再加上我们铜铁其实刷的差不多了，铁其实还可以再刷一点，是为了后边去。我的天！这个挺好的啊，这个就让我们没有前期不用去特意找一个时间非得去钓鳗鱼了啊，这样就直接把这个鳗鱼捐献祭给过掉了。否则后边开图鉴的时候，我们还肯定是要再去钓一次的，但是前期的时间能省我们则省嘛。这里我们直接练铜锭，因为一会儿我们要去做桶仓，需要5个铜锭，这里直接就练铜锭了啊。所以我今天就选择来钓这个鳗鱼了啊！今天钓鳗鱼的目标就是把这个缺掉的买煤的钱能挣回来就行。煤我们大概能买个100到125个吧，也就是说接近2万块钱的这样的一个煤的数量我们只要钓鱼能挣够这些钱就可以啊，还是挺容易的吧，20多条鲶鱼就可以啊。
其实125个煤不算多，因为我们鲶鱼熏制还需要煤啊。总之还是尽可能的多钓一些吧，多钓一些我们还能再多保一些煤。然后16万基本上就是够了，因为我种了400个防风草嘛，这400防风草卖掉之后，能稍微富裕一点钱啊。富裕出来的这些钱呢，就可以用来买这个夏季的这个种子。我们夏季的种子用不了特别多啊。好，这边熏上，我们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准备去铁匠那头啊。这边趁这个时间，我们就练铁就好了啊。铁一次是2个小时，铜是半个小时啊。哎呦，今天给的这个鳗鱼真的挺不错的啊，否则我还在想今天晚上要不要单独去钓一次鳗鱼啊。这边有好多的小花花呀，赶紧收一下。今天不收，明天就刷没了啊。我之前有没有说过关于这个觅食的刷新规则啊？我忘了，如果我说过呢，你们就复习一遍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商店，先把这个卖了55000，刚好是16万嘛，但是我们还得买煤啊，这就是15000了。200是基本上刚好够，我们再买25个吧，这个钱应该是差不多的。应该再多带一个黄水晶给克林特也送一个，然后我们直接就从这边传过去，去找这个罗宾，去那啥一下，讲错，去造一下桶汤啊。关于这个地图上的觅食，地图上的觅食固定是最多6个啊，你如果超过6个一直没有拾取，它就不会再刷新了。然后每周日啊进行下一次的刷新啊。为什么走一下这边呢？因为我之前走过这里，我知道这儿有3个韭葱啊，这边还有一个，但实在太远了，我就不捡了。但是这3个韭葱我们还是捡一下，还是挺香的啊。然后我们去找一下罗宾啊，每周日它开始刷新，然后一直累积啊，从周1、周2、周3它还会不断的往外刷，如果超过6个，它就到上限了，它不会再刷新了啊。所以你每周6的时候最好去全图收一下，会比较好啊。然后我们来建造农场建筑，然后移动建筑物是在这里啊，小伙伴不知道在哪移啊，我这里说一下啊。然后我们建一个土仓，我们之前已经把这片位置清出来了，这片应该能放2个到3个土仓，问题不大啊。好，我们这里建好，然后走啊，从这边走，去骑我们的马，然后去开始钓鱼啊。那钓鱼的过程呢，除了宝箱以外，我就基本上都剪辑掉了啊，因为我们这一期是4天的时间，后边就是以4天为一期的这种，可能我都会做一些比较大的这个剪辑啊，请大家见谅。哎，我总是传错啊，真是可以的。那我们稍后回来再给大家看。这里我们触发一下海莉和这个艾米丽的剧情啊，这是海莉的2星剧情，只要好感度达到2星，并且他们2个都在家就可以触发啊。你真是孩子气，海莉，这房子里的大部分家务都是我做的，你心知肚明。哦，是那个新来的农场女孩，她有名字的。嘿，你会理解我的。哎，抱歉把你扯进来。海莉在抱怨我让她打扫桌垫下面，那是因为上周是我打扫的。这里呢还是要选择中间这个，选第1个和第3个，虽然好像是最后一个是向着海莉说话是吧？其实是会减这个海莉好感度的。选中间这个反而是会加的，星露谷还是挺正能量的，我们要按照这个常理去选啊。哎。看起来生气了，但实际上是加好感的。好吧，你赢了，不出意外，这就成了我每周的工作了，然后就不用再争吵了。非常感谢，圆满解决了呢。这里就解决了。我们也给这个艾米丽送个礼。哎，艾米丽还没起啊，艾米丽要12点多才起床。那我们一会儿回来，我再给她送个礼，把这个生日给她过一下。
好，看一下今天的收获啊，一共这是32条，这个熏鱼机里还有一条鲶鱼啊，就是这样的一个数值，不算特别好吧，而且一星呢就一条了，矿物我们练的差不多了，我们收东西啊，一不小心把自己弄成了小蓝人儿，但是我估计我的觅食快升级了，我们今天早上吃了一本书嘛。回家砍2棵树试试啊，看能不能把觅食升了，然后能给明天稍微的多回一些体力啊，也是不错的。明天工作量还是有一些的啊。好，我们拿回去啊。有个小伙伴问，怎么才能让这个机器在河边这个收的时候不掉到河里啊？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放到河边，但是你要是像我这样，有的时候实在忍不住放在河边呢，就是磁性。大一点儿，戴个磁力戒指，然后尽可能站得近一点，然后把这个鱼吸上来啊，或者把这个机器吸上来，否则还是比较难受的啊。这边我们出货，熏好的直接就出了，西非可以出2条，这2条要用来献祭啊。还有17条，我建议还是要熏的啊，虽然煤有成本，但是我们煤肯定是比这个什么赚的，还可以买嘛，对吧？然后。哎呀，没有多少时间了，不行，我要砍一棵树，拼了！没有升级啊，我们再吃一颗梅子，再砍一棵树，拼了！还是没有升级，看来差的比我多啊，那就没辙了啊。那就只能睡觉了。明天体力不是满的，今天我们就睡在这个屋子里。卖了14000块，没到15000啊，可能明天早上还得再熏2条去，老皮那里卖一点，然后钱才能完全的足够啊。可能还是差一点的啊，可能还是要再熏2条。今天早上一起来，超级多的活要干，哎。昨天晚上掉了个金光闪闪的 T 恤，好家伙，那刚好我们换一下衣服吧。嘿嘿，换了一套衣服啊，穿上了这一套啊。行啊，用来干农活，我觉得挺合适的啊。然后我们把东西稍微的收一下，把这个洒水器先做一下，有多少我们先做多少啊。69个啊，78个还不够。矿物我们继续烧起来啊，在这边就烧了。继续烧铜矿。铜矿我们还可以再做一下这个，做一下煤油炉啊，煤油炉可以让我们把这个木头直接变铁矿，还是不错的啊。我们收一下农松，你看到今天我们的体力值非常的浅啊，但也没关系吧，我们吃点这个梅子补上来好了。把这些防火草全都收获掉，还有我们的草莓。边收获呢，我们就边烧矿物，以及边熏鱼。
好，收获完400个防风草，我们的耕作等级也来到了6级，达到了我们的要求啊。然后收一下我们的矿物。由于我们收获作物的时候，时间就是在你拔起来的那一瞬间是暂停的，所以，收获作物其实用不了太长的时间啊。我们把洒水器再补一下。我们看一下，我们已经做了多少洒水器？83个。我们先再做，我想想，再做先做17个，这是100个。我们一共做了100个，再做15个吧。哦，现在只有14，还不够啊。铁锭还没练出来，但是铜锭看起来也不够了啊。那我们就有多少铜锭就做多少个，还能再做一个，也行啊，问题也不是很大，差不多这些也够了啊。这样109个洒水器啊，然后我们把草莓什么的，我们只留金星的防风草啊，这个银星的和普通的，我们一会儿都拿去卖掉，然后把这个也搁里。熏鱼先搁在家吧，暂时用不上啊。好，看一下信啊，拿到了莎拉、艾米丽的配方，我们走出去买种子啊。出去之前我们还有一样东西没带，要带上我们的翡翠。今天沙漠是可以换翡翠的。沙漠要是实在买不起这个车票的话，我们就用一个图腾啊，也是无所谓的。因为车票还要500块嘛，我们不是差一点点钱，但我们应该是够的，问题不大啊。这十几条鱼熏完就够我们夏天买种子的钱了。这个剩的10条鱼，一条900，9000块钱足够了啊。看一下任务，好家伙，离谱啊！要大黄，大黄是沙漠卖的春季作物啊，买不了啊。我们初始没有这么多闲钱买这个东西，我们先把它卖了2700，然后你可以看到普通防风草就卖8500了，所以绝对是钱是够的啊。再来3000啊。这样钱就够了，然后我们还要买400个防风草啊。对，我们还要再买400个防风草。这400防风草呢，就是用来垫地的啊，也就是我为什么说今天这个防风草是要用得上的啊的原因。哎，挡我爷爷！好家伙，跟爷爷撞了个满怀啊！那我们既然还有钱，我们就坐巴士去吧，也不差这一会儿功夫了啊。今天的时间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富裕的，因为我们是锄过地的啊。我们只要把这400个防风草种下，这400防风草的作用就是垫地。什么叫垫地呢？就是因为我们过季的时候，这个如果你已经耕作过的土地上面没有植物啊，它会大概率啊80%吧都会退化，变成那种上没有耕作过的状态啊，就变成黄色的那种土地啊。但是如果你上面有作物的话，这个作物会枯萎，因为它过季了、枯萎了。但是这块地会给你保留下来啊。所以我们的小技巧就是利用当季最便宜的作物。春天是我们的防风草，夏天和秋天都是小麦。用这个最便宜的作物去垫地啊，是一个很好的选择。然后我们来买杨桃种子，我们的目标就是400个啊，刚好把这个防风草的地方给它弄了。哎，我还可以忘给它带一个小花花了啊。我们在今天是卖冰淇淋的日子啊，我们可以先买俩吧，咱别多买了，因为这个有的人的礼物不好找，而这个冰淇淋是一个比较好弄的，大家喜欢的礼物啊。比如说老德的其实还可以，再比如说小朋友的啊。所以我们就买2个冰淇淋，以备不时之需，也不多买吧。周日卖这个冰淇淋，然后捡一下这边的觅食，然后我们换一下楼梯啊。周日沙漠这里是换翡翠换楼梯，很重要啊，这就关系到我们下一次冲矿。好，这些准备工作做完，我们回去啊，把防蚊草种下。其实这个杨桃可以不买400个这么多的啊。因为这个图书馆啊，博物馆还会送我们一个。说起来，我把博物馆那个拿着吧，为明天节省一点时间，或者为下一期节省一点时间啊。我们在城镇啊，这边刚好还能捡一个小黄花。这里我们可以收集一下奖励啊，这边有1个杨桃和9个甜瓜，所以我们买399个就够啊，抠得细一点。然后再加上我们不是刚种下了一个远古种子嘛，其实我的一个加速肥，有点想给那个远古种子施啊。那既然买了，我没卡这个398就
就算了。刚才买的时候没集中注意力啊，导致我就买了400个，买了也就买了啊，也无所谓。那这个肥就不给这个远古师了。我们这边不是刚种了一个远古吗？这个远古施一下这个肥，能多收获1颗远古果子啊。其实差的多不多，也不太多啊，就是施不施也无所谓。那我们就还是给杨桃施啊。那杨桃有一个是施不到这个肥的，也没有关系啊。然后夏天我们还要再种的是我们之前买的红尾卷心菜要种掉啊，然后金皮西葫芦要种掉。红尾卷心菜算我们献祭不用了，但是出货图鉴还是需要的啊。这些我们都先搁进去啊，包括送礼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搁进去。搁不下了啊，小花花搁里吧。箱子又不够了，急需大箱子。我们把这个拿出来，我们再做一个初级洒水器啊，凑110个，凑110个，没拿出来把鱼熏了。今天的防风草种下是不需要浇水的，所以就种就可以了。你可以稍微的计算一下你每一片大概有多少地啊，来帮助这个之后来减轻工作量啊。因为如果你不知道每一片有多少地呢，你有的时候因为我们用的初洒，你无论用什么洒水器吧，都有可能会有漏种啊以及漏施肥的这样的可能性啊。今天不要施肥啊，因为我们在这种普通的农场里。江岛除外啊，我们在普通的这种农场里，肥料过季是会消失的，所以不要施肥啊。我们一定要等到夏天再施肥啊，别这个太勤快，把今天的工作把明天的给干了啊，就糟糕了，就糟糕了。然后防风草少种一个多种一个倒是无所谓啊，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防风草的数量，比如说我们现在剩286啊，你来估算一下你这边有多少个地要种啊，然后来帮助明天去减少这个错误的可能性啊，这是一个算是我常用的一个小技巧吧。那剩下的时间呢，就是把这个防风草都种了啊，然后要把洒水器都摆上。我们洒水器呢优先摆远处的这些地方啊，就是摆这片地啊，万一有不够的呢，我们还可以那边通过手浇啊，这还有一棵防风草啊，我们把这边都清一下啊，这些杂草是有可能会让你的这个真正的作物受到影响的，会把作物挤掉的，所以尽可能的把这片空间切得大一点啊。可惜我们今天桶桑还没有出来，这一片我估计我还是要再种地的啊，所以应该是要把这一片都清出来。我们把这片都清好了，刚好用这10几个石头，我们之前做了多少个？之前刚好做100个，我们这是110是吧？110，我们再做10个小径啊，然后把这10个小径放下来，这样刚好这个洒水器的数量和这个地的数量就是匹配的了。然后这边我估计得补一个稻草人了。像这种位置呢，它并不是所有格子都是耕地，就是这一格啊，它有的地方耕不了，比如说左边这块就耕不了。好，我们把这里也都耕上。防风草是没有这么多数量的啊，所以这边先不耕了。防风草只有400个嘛，我们即便减去那边的草莓，这边应该也还有这个全都能种下的地方啊。我们再继续耕的话，没有那么多种子垫地了，就白浪费功夫啊。明天再把剩下的那点补上就好了。
好，我们弄完了，一共115个初级洒水器啊，就都弄下去了。有一些没更的，我们都留到下一期，就是夏天我们再来耕作啊。然后我们把最后的这点鱼给它熏掉。可以再稍微的搞点煤啊，煤反正肯定是不够的啊，早晚得熏。然后把这个红蘑菇这个和这个都给它出货掉，银星的防火草。这些都没有用了啊，收拾一下格子，这个搁进去，这个搁进去。蘑菇，哎呦，没格子了，应该把这些捐赠掉的啊。把夏天的种子先拿出来吧。这个都是夏天要的啊，包括这个先拿出来。好，剩下的时间呢，我们边熏鱼边把周围的树再清一清。没有铜矿了，没办法再挂树挂了啊。铜矿，这个明天剩的钱我们再去买一点啊。铜矿我们基本上大多数都靠买的。这边的这几棵树都砍掉，你不砍掉的话，这几个小的也长不出来啊。好，继续熏鱼啊。那我们这一期视频的时间也接近尾声了，我们整个春天就算是过去了啊。春天应该是也不能说是最繁忙的季节吧，应该是一个很繁忙的季节啊。我们干了很多的事情，很多事情是我自己以前也没挑战过的啊，也算是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新的挑战。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总收入，41万啊，41.7万，今天晚上卖完也就42万吧啊。整个一天呢，一个春天一个季节，我们挣了42万啊。然后夏天我们的目标肯定要比这个多得多啊，到时候我们再来干啊。夏天还有很多的目标在等着我们，我在考虑夏天有没有可能就是把这个技能全精通的事情啊。但我自己还没有有足够的时间去测试。如果有小伙伴呢已经玩的比较远了，你可以告诉我你究竟有没有实现在夏天全部达到精通。我想来呢，这个有炸矿在的话，战斗应该是不难的。最难的还是这个采集啊，也就是我们的砍树和捡地上的这个觅食的这一波经验啊。这个想能达到在夏天达到10级，我不知道有多少的可能性啊。毕竟我们并没有刷很多的那个书啊，估计经验就算比之前多一些，但是多的并没有特别的多啊。这的确是一个问题。鲶鱼我们留一条献祭啊，其他的4条我们还是要熏掉。这边有一些种子，今天晚上就不种了吧，先收回去啊。4条鱼，哎，这边再来一条啊，那剩下的都只能留着了，在后边再熏了。这就是我们所有的整个春天的收入了。睡觉，拿一个翡翠，摸一下虾米，睡觉。耕种4级，然后耕种5级的转职啊，我们大多数都是走这个酿酒基本上都会往这个农耕人这边选啊。这个是养殖的专用的啊，比如说养猪流或者是绵羊流专用的这个技能线，我们是不选的。然后解锁了优质洒水器，采集7级了，解锁了树肥，树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啊。看看今天的钱应该没有多少啊，8000多，那也足够我们明天或者说是夏季啊来的换种子的钱了啊。看一下我们的总收入，42.5万。好的，那这就是我们整个春天的流程了。感谢大家收看，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不要忘了给小米一个3连。我们下一期夏天再见吧，大家拜拜，拜拜喽。